今天我们来聊聊50岁以后的减肥难题。很多人感叹，过了50岁，喝凉水都长肉，拼命运动，饿肚子，体重却纹丝不动。为什么到了中年，减肥变得这么难？难道我们注定挥别苗条，再也瘦不下来吗？别急，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小秘诀，不用激烈运动，不用昂贵药物，只要吃饭前做一件事，就能轻松甩肉。这个方法甚至被许多人称赞比打瘦瘦针还有效，而且体重减下来后不容易复胖，连三高指数都会跟着下降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科学原理和精彩故事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50岁以后容易发胖。许多人感觉自己一过中年，新陈代谢就像被按了慢速键，年轻时大吃大喝也不明显发胖。为什么现在连喝水都怕胖？其实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内部正在悄悄发生变化，肌肉流失与代谢下降。人在30岁之后，如果缺乏锻炼，每年肌肉量平均可能减少约 1%。肌肉是身体的燃烧炉，肌肉变少，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。40岁后，这种现象更加明显，尤其50多岁时，许多人已经失去相当比例的肌肉，导致每天消耗的热量变少。即使科学研究显示，人在20岁到60岁期间基础代谢率变化不算剧烈，但若不注意维持肌肉，实际燃烧的热量还是会减少。简单说，同样一碗饭，20岁的小伙子吃了可能没事，50岁的大叔吃了却可能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，因为身体没把那些热量烧掉。荷尔蒙和生理变化，50岁左右常是更年期前后，荷尔蒙的转变也让减肥更具挑战。以女性为例，更年期时雌激素下降会影响脂肪分布，容易在腹部堆积脂肪。男性睾固酮从40岁后也逐渐下降，睾固酮有助维持肌肉和燃脂，降低后减肥更不容易。此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生长激素、甲状腺激素等调节代谢的激素分泌都不如年轻时旺盛，身体更倾向于保存能量而非消耗能量。生活压力与睡眠不足，50岁的人常常肩上扛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重担，工作上的责任、经济压力、家庭琐事都可能让你长期处于压力状态。同时，这个年纪不少人睡眠品质下降，甚至有失眠困扰。长期压力和睡眠不足会使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居高不下，而皮质醇过高和脂肪，特别是腹部脂肪囤积有关系。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以为遭遇了外在威胁，进入备战模式，结果就是储存能量，增加食欲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仿佛身体误以为正在经历一场饥荒，必须囤积脂肪保命。此外，睡不好还会干扰饱足激素和饥饿激素的平衡，让人特别想吃高热量食物，不知不觉中，肚子一天比一天圆，体重节节高升，身体进入节能模式。可以这么说，中年发福并不是我们懒惰或贪吃的简单结果，而更像是身体把能量使用模式切换了。有位体重管理医师曾形容，他发胖时觉得吃进去的热量好像背着一座金山银山在身上，却怎么也用不出去，只能全部囤积起来。许多人减肥老是失败，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我们的身体处在长期疲惫和高压状态，根本动不起来。换句话说，身体的代谢开关卡住在节能处置的位置，一味节食或过度运动，反而可能被身体解读为更大的压力，进一步加强储存能量的倾向。难怪不少人尝试少吃多动，体重却纹风不动，因为我们的方法错了。减重不能只是粗暴的和身体对抗。了解了中年发胖背后的原因，我们再看常见的减肥误区。许多人发现体重失控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多运动，少吃饭。当然，运动和饮食控制对减肥非常重要，但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如果方法不对，结果可能事倍功半。拼命运动的陷阱，上了年纪后，贸然进行剧烈运动可能带来伤害。膝盖、腰椎这些部位早已不如年轻时耐操，突然每天跑步、跳操，结果膝关节疼痛、旧伤复发，逼得人不得不停止运动。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，一开始雄心勃勃报健身房，跳有氧舞，没几周身体吃不消就放弃了，运动无法持续，
热量消耗就无法累积，体重当然难以下降。另外，中年人的生活往往忙碌不堪，每天抽出1-2个小时运动，对不少上班族或家庭主妇而言并不现实。结果常常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运动计划流产。过度节食的反扑，另一个极端是节食。很多人试过严格控制饮食，甚至晚餐不吃，只喝流质，但短期或许见效，一旦恢复正常，吃饭很容易出现溜溜球效应，体重反弹甚至比以前更重。而且过度节食会进一步降低基础代谢率，身体感受到严重的热量匮乏，会更加节能处之，导致减重陷入瓶颈。更糟的是，长期吃太少，营养不良，肌肉流失更快，代谢雪上加霜。一些中老年人节食减肥没瘦成，反倒搞出了胃病、贫血，得不偿失。寄望速成偏方，面对困境，有些人开始寻找快速见效的偏方。市面上各种减肥产品琳琅满目，什么酵素酶、代餐粉、燃脂茶，中年朋友可能都试过。这些方法有的毫无科学根据，有的短期有效，但长期难以为继。最近几年还出现了瘦针、减重针剂的风潮，注射特定药物可以抑制食欲、控制血糖，确实能让不少肥胖者在短时间内减重10几公斤以上。然而瘦针毕竟是药物，价格昂贵，且需医师评估使用，可能带来恶心、肠胃不适等副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停止注射，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变，食欲恢复原状，体重还是可能卷土重来。有些人花大钱打针瘦下来，最后又复胖，等于白忙一场。那是不是说中年人减肥真的无计可施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运动也好，节食也罢，其实都只是减重手段的一部分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破解身体节能模式的密码，重新打开燃脂的开关，让身体愿意燃烧脂肪。而这并不一定需要昂贵的药物或者高强度的运动，有时候一个微小的习惯改变就能产生惊人的效果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揭晓那个神秘的减肥小秘诀，各位可能已经猜到了。没错，我们说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朴素，就是在每餐饭前喝1大杯水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会失笑，就这，喝水也能减肥？是的，别小看这杯白开水，它背后有科学的支撑，作用机制一点也不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科学研究和真人故事2方面，来看看饭前喝水这件事有多神奇。科学研究证明有效，早在2015年，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做过一项实验，他们招募了84位肥胖的成年人，分成2组。一组人在每餐饭前半小时喝500毫升的水，另一组则没有这个习惯，只是被要求饭前想象自己已经吃饱了，相当于对照组12周之后，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。有喝水习惯的实验组平均减重约 1.3 公斤，而对照组平均只减了 0.8 公斤。乍看差距不算大，但别忘了2组人在饮食和运动上并没有明显差别，光靠多喝水就多减了将近60%的重量。更惊人的是，那些真的每餐饭前都坚持喝水的人，平均减重达 4.3 公斤。相比之下，只在部分餐前喝水或根本没喝水的人，平均只减 0.8 公斤。也就是说，餐饭前喝水的人减重效果是没喝水者的5倍以上。短短3个月不到，不节食，不额外运动，光是一个喝水的小动作，就让体重多减了4公斤多。这样的成果令研究主持人都感到兴奋。他们形容这个发现的美妙之处就在于简单，真的再简单不过了。每天吃饭前记得喝1杯水，不需要你去改变饮食内容，不需要花钱买任何药物或补充品，也不需要流汗运动。任何人只要愿意拿起杯子走向饮水机，都能尝试这个方法，效果累积惊人。或许你会想，减个4公斤好像不算什么，但这是在几乎不费力的情况下达成的。假设这个趋势持续，1年就可能减下约17公斤，而且那只是平均值。有些自律性强的人彻底把这个方法融入生活，减重成绩更亮眼。例如有参与者半年就瘦了将近10公斤，超出了研究者的预期。台湾也有减重医师分享过类似经验，他的病人在餐前喝水的同时，还学会选择健康食物，结果减重幅度大幅提高，其中不乏半年瘦20-30公斤的案例。
这些真人实证都在告诉我们，饭前喝水看似平凡，只要持之以恒，累积效应可能远超你的想象，抑制食欲的秘密武器。那么，饭前喝水为什么能这么有效地帮助减肥呢？原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来解释。首先，最直接的是增加饱足感，抑制食欲。当我们空着肚子开始吃饭时，往往容易狼吞虎咽，一不小心就吃过量，而先喝下约500毫升的水，相当于提前在胃里占据了一定空间。等你坐下来吃饭时，胃里已经有点东西，大脑接收到的饱腹信号会比完全空腹时更早出现，于是你会自然而然的吃慢一点，吃少一点，就像在正餐前先喝碗汤垫底。许多人也有类似体会，先喝汤会让正餐吃不下那么多，水同样起到这个效果，而且水本身没有热量，比喝含油盐的汤更加健康。有研究统计了热量差异，饭前半小时喝水的人，每餐热量摄取平均减少约75大卡。75大卡是什么概念？大约等于半碗白饭的热量。如果一天3餐都如此，那就是少摄取225大卡，一个月下来就少吃掉将近7000大卡。从热量角度看，7700大卡约相当于1公斤脂肪。换言之，每月光靠餐前喝水，理论上就能瘦将近1公斤，一年就是减重10几斤。这与前面英国研究的实际结果，1年前在减重 3.63 公斤以上相吻合。更妙的是，这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瘦下来，你可能没觉得委屈，也没挨饿，只是每餐开动前多喝了杯水而已。重启代谢引擎，除了让你吃下更少热量，水本身对代谢的影响也不可小看。相信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，早上起床后喝杯温开水，人会渐渐清醒，肠胃开始蠕动，感觉身体开机了。这其实是因为水参与了体内无数化学反应和代谢过程。当你给身体补充水分，细胞更有活力进行新陈代谢。有科学实验发现，成年人在喝水后约10分钟，静息能量消耗，也就是基础代谢率，会提高约 24% 到 30%。这种代谢提升效果可以持续大约1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喝水本身就让身体多燃烧一点热量。如果喝的是冰水，效果可能更明显一些，因为身体得努力把凉水加热到接近体温，这个过程需要额外的热量支出。虽然喝1-2杯水所燃烧的额外热量有限，但累积起来也是锦上添花。一天3杯白水下肚，不知不觉就多消耗了几十大卡的热量，等于躺着多跑了10分钟步，何乐而不为？调节食物偏好，有趣的是，充足的水分不仅让你吃得少，还可能影响你对食物的渴望。当身体处于缺水状态时，我们往往特别想吃咸的或甜的东西，因为身体在发出求救讯号，需要电解质，需要能量。而喝足水后，这种强烈的渴望会减弱。有研究指出，当身体水分充足时，大脑对高碳水、高糖食物的欲望降低，相反地，对蛋白质等营养的偏好增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喝水之后，你更可能理智地选择鱼肉、豆腐这类优质蛋白质，而不是忍不住去抓一把饼干或吃蛋糕。长期下来，饮食品质提高了，减肥当然更有利。改善便秘，减轻腹胀。许多中老年人被便秘困扰，而便秘不仅让人小腹看起来肿胀，还会影响肠道健康和新陈代谢。水是天然的肠道润滑剂，餐前喝水加上饭菜中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，能明显改善排便情况。一项意大利研究针对117位成年便秘患者发现，即使2组人摄取同样多的纤维，只是让其中一组多喝水，2个月后多喝水的那组排便次数明显增加，依赖泻药的情况减少，肠道通畅后，小腹自然平坦一些，人也感觉更轻盈。此外，多喝水还能减少水肿。这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但事实是，当你长期喝水不足，身体反而会本能地留存水分，造成水肿。反之，你给它充足水分，身体就不再死抓着每滴水不放，水肿问题反而改善。所以很多人开始规律，喝水后觉得手指不那么肿，腿也瘦了一圈，体重计的数字也悄悄往下掉。综合以上种种作用，饭前喝水几乎是全方位的帮助减肥。
一方面少吃进去热量，一方面多燃烧一些热量，还改善了肠道和循环状况，减轻身体负担，让你感觉更有活力去活动。可以说，一杯白开水就像是轻轻按下了身体的燃脂开关。过去，你的身体总是处于储存模式，现在透过水的力量，它开始愿意释放能量，燃烧脂肪。难怪有人把这称为人体潜能的低成本黑客术，不花钱，不费力，就偷偷改写了身体代谢的程式码。光讲道理还不够过瘾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案例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故事，主角就靠着餐前喝水这个习惯，在中年成功减重，还改善了健康指数。让我们来看看他的逆转历程。主角老王今年52岁，年轻时身材一直微胖，到了40多岁后体重直线上升。1年前他的体重高达100公斤，属于严重肥胖范围。过重带来了一堆健康问题，血压高，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可能得终身吃降压药。血糖高已经是糖尿病前期，血脂高，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都超标。老王其实并非不努力，他也试过晨跑和控制饮食，但前面提到的问题他全碰上了跑步，没多久膝盖痛，只好改快走，可体重降得极慢，节食到下午又饿得头昏，只能补吃回去。辗转折腾半年，体重从100变成95，又反弹到98，几乎看不到希望。正当老王心灰意冷时，一位营养师朋友向他推荐了饭前喝水减肥法。起初老王半信半疑，我已经胖成这样，喝杯水有啥用？朋友笑着对他说，就试试看吧，反正又不花你什么力气。于是老王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从那天起开始刻意在每次吃正餐前半小时喝下一整杯水。刚开始他还不太适应，例如早上起来没胃口喝水，觉得有点恶心，午餐前工作忙也常忘记。为了坚持这个习惯，他在手机上设了闹钟，每到饭点前30分钟提醒自己喝水。1周下来，他渐渐习惯了这节奏，而且意外发现，这礼拜午餐和晚餐他竟然都吃不完原本的分量。老王记得很清楚，大概实行2周后的一天中午，他去常光顾的面馆吃饭。平时他一口气能吃完整整1大碗牛肉面，外加几块卤味。那天喝了水再去吃到一半，突然觉得好像差不多饱了。剩下的面虽然美味，他却没强迫自己吃完，就此搁下了筷子。老板娘还关心地问，面不合口味吗？他笑着摆手，没有，我今天胃口小。走出面馆时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，没有撑饱后的昏沉感。下午上班精神还特别好。从那天开始，老王确信这个方法对自己有效，他变得乐于喝水，甚至饭前不只喝1杯，口渴时也多喝几口。他惊喜地发现，以前下午老是想买杯奶茶，吃点心，如今喝水喝饱了，反而不怎么想吃甜的。就这样，老王的体重开始缓缓下降。一开始速度并不惊人，大概每周减个 0.5 公斤，但胜在稳定持续。随着体重减轻，他行动变得轻便，膝盖不那么痛了，竟然又重新开始每天饭后散步半小时。在不知不觉间，燃烧的热量越来越多，体重下降的速度也加快了。3个月后，老王瘦了将近15公斤。这个成果让他自己和家人都难以置信。他几乎没怎么痛苦的节食，也没去报名什么狂虐的健身营，生活只是多了喝水这件小事，饭量自然降了，体重也跟着降。减肥的惊喜激励老王继续坚持这个习惯。到了第6个月，他的体重从100公斤降到了70公斤出头，前后总共减掉了30公斤，这相当于减去了30%的体重，整个人判若两人。他以前圆滚滚的啤酒肚不见了，走路不再气喘吁吁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10岁。更令人开心的是，伴随体重下降，他的健康指数出现了戏剧性的改善。先说血压，原本老王高压常常150以上，医生警告他已是高血压第2期。减重之后再量血压，稳定在180 mmHg 左右，回到了正常范围。他原本准备要吃的降压药根本用不上了。再看血糖，他去医院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，结果显示血糖从以前的110多降到了90出头，糖化血色素也回落正常，成功躲过了糖尿病的魔掌。
医生惊讶地问他是不是用了什么控糖偏方。老王笑着说，没有啊，就减重而已。血脂方面的进步也很显著，总胆固醇和坏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 都降到了理想值，好的高密度胆固醇 HDL 反而上升了一点。他以前脂肪肝的问题也明显好转。体检报告拿出来，医生直呼，太棒了，你这三高都下来了。老王深深体会到减重对健康的巨大帮助，他感慨地说，我现在不光是变瘦，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变健康了。过去他被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这三高缠身，每天担心中风、心脏病哪天找上门。现在体重正常了，三高指数全线下降，等于把健康风险大大降低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减肥成功带给他极大的自信，让他相信50几岁照样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老王瘦下来以后会不会复胖？关键就在于这次减重他是靠生活习惯的改变，而不是依赖外力。过去他也曾靠意志力少吃多动瘦过几公斤，但那种方式难以长久维持，一松懈就胖回来。然而这次不同，饭前喝水这个习惯已经内化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辛苦的事，反而现在不喝水就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由于喝水先填饱一部分胃，他现在即使不刻意节食，食量也比从前小了许多，胃口已经被养小了。偶尔应酬大餐吃上一两口就觉得够，没以前那种停不下来的感觉。他的身体似乎重新校准了食欲和代谢的平衡点，自然地维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。到目前为止，老王保持体重1年多不反弹，甚至还略微继续减重。看来这次他是真正摆脱了肥胖的束缚。听完老王的故事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餐前喝水减肥这么有效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肥胖困扰？事实上，简单的道理往往最容易被忽视。很多人嫌弃多喝水，这建议太频繁，不就是医生每天唠叨的老调吗？减肥的人更愿意相信某种新的神奇方案，而看不起举手之劳的改变。再加上不少人存在几个对喝水的误解，我们在此也一并澄清。误解一，饭前喝水伤胃，影响消化。有些人担心空腹大量饮水会把胃液冲淡，导致消化不良。其实只要掌握时间点和水量，完全不必担心。饭前提早20到30分钟喝水，此时距离真正进食还有一段时间，水会在胃里停留一会儿，陆续进入小肠，并不会稀释胃酸到不能消化食物。而且我们的胃会根据食物来灵活调节消化液的分泌，只要不是边吃饭边灌大量水，其实不会影响消化功能。相反，适量的水分还能促进消化液分泌，让肠胃处于待命状态。很多人饭前喝水后觉得胃口变好了，反而是因为消化系统得到了预热。误解二，晚上喝水容易半夜起来上厕所，这点确实要注意，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夜尿频繁会影响睡眠。解决方法是调整喝水时间。如果担心睡觉前排尿问题，可以把晚餐提前一点，并在睡前2小时停止大量喝水。也就是说，睡前该喝的水在晚餐前就喝掉。一般来说，只要不是临睡前猛灌，饭前适量喝水并不会导致半夜频尿。另外，随着身体适应，你的膀胱容量和肾脏调节能力也会提高，不会因为多一杯水就起夜。像老王在减肥后期，由于体质变好，睡眠质量提升，夜尿次数反而比过去肥胖时更少。肥胖本身也可能导致睡眠呼吸中止，影响睡眠和夜尿，所以只要掌握好度，不用因噎废食地拒绝晚上饭前这杯水。误解三，喝水减肥就是狂灌水，水喝越多越好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喝水也是一样。正确的方法是定时定量，多次少量地补水，而不是一次灌下2-3公升。一般建议成人每天总饮水量约1500到2000毫升，视个人体格与活动量可上下调整。如果3餐前各500毫升，其实一天主要的水分就够了，其余时间口渴再适当补点即可。有些人听说喝水减肥，就拿着大水壶不停猛喝，短时间内摄入过量水，反而可能导致水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头痛、电解质失衡等问题。当然，
正常人要水中毒也得喝极端大量，例如曾有学生参加喝水比赛，一口气喝下6公升，把自己送进医院。咱们减肥可不是让你去参加灌水马拉松，遵循身体所需，适度的多喝即可。餐前500毫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适中的量，如果刚开始觉得喝不下这么多，可以先从300毫升、400毫升渐渐增量，不必勉强自己一口气闷完。误解是只要喝水就可以狂吃不胖，喝水助减肥的前提是它配合均衡饮食一起发挥作用，千万别以为喝了水就无敌了，可以随便暴饮暴食。饭前喝水能让你有意识地控制食量，但最终吃进去的是什么，人很重要。如果你喝了水还是坚持吃高油高糖的垃圾食物，那减肥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正确的做法是在喝水带来的适度饱腹之下，选择营养丰富、热量适中的食物填饱肚子，例如先吃点蔬菜沙拉或清汤，再吃优质蛋白和少量碳水。这样不仅热量低，营养也够，身体会感到更满足，不容易很快饿。老王在减肥中后期其实并没有刻意节食，但潜移默化中，他的饮食偏好发生了改变，爱喝甜饮的习惯戒掉了，因为白开水喝习惯后，含糖饮料反而觉得太腻。宵夜不怎么想吃了，因为晚餐有喝水和纤维垫底，不太饿。正餐也更愿意吃清淡天然的食物。喝水创造了一个健康饮食的良性循环，让减肥事半功倍。了解这些之后，你会发现饭前喝水减肥法其实非常安全、温和，而且符合人体生理。它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奇招，而是利用了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的机制来帮助控制体重。可以说，减重过程中，我们并没有强迫身体做违反天性的事，只是给了身体充足的水和时间，让它自己去调节食欲与代谢。因此，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不需要过人的体能，不需要挨饿，也不会打乱身体平衡。相反，它还能改善很多中年人普遍存在的隐性脱水、食欲失调问题，对健康全方位有益。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拉回那些昂贵的减重新技术，比如瘦瘦针。前面也提到，瘦瘦针的原理其实就是抑制食欲，延缓胃排空，让人少吃饱足，血糖稳定。听起来这不正是饭前喝水在做的事吗？没错，喝水是最天然的食欲抑制剂。一杯水下肚，胃壁受到刺激，会给大脑送去有东西进来了的信号。虽然不如药物那样强烈，但效果温和持续。喝水还能占据胃部空间，类似于物理性延缓胃的排空速度，餐后血糖上升的也比较缓慢。这和瘦瘦针控制血糖的效果方向一致。另外，瘦瘦针药物可能加强胰岛素分泌，抑制肝脏升糖，但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是减少精制糖和碳水的摄入，多喝水，多吃膳食纤维，同样可以达到稳定血糖的目的。当我们用喝水搭配健康饮食来减肥时，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也会提高，逐渐恢复血糖平衡。这就是为什么老王没打针，血糖却下来了。因为减重本身和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是治本之道。再来，比起瘦瘦针，饭前喝水最大的优势是无副作用，可长期执行。药物减肥往往有使用期限和适应症，不可能一辈子打针控制体重。但喝水这件事，我们一辈子都要做，而且只会对健康有益无害。水几乎是最安全的物质，不会过敏，不会损伤器官，也不会干扰身体的激素平衡，反而有助于调节。我们的身体天生需要水，给它足够的水，就像给汽车加足了冷却液、润滑油，它才能顺畅运转。靠水减肥，其实是在呵护身体、善待身体，而不是与身体对抗。所以减下来的体重也更容易维持，因为你的身体并不抗拒，反而享受这种健康状态。有人形容瘦瘦针是一把打开减重之门的手术钥匙，那饭前喝水就是人人触手可得的万用钥匙。打开门之后，你会发现外面其实是身体自己调节的天地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医学减重手段，对于病态肥胖、代谢问题严重的人，医生的治疗建议应该优先考量。但对绝大多数中年发福的人而言，如果还没尝试过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，就急着借助药物，未免本末倒置，
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，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喝水减肥法就是这么一件值得尝试的事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已经对饭前喝水减肥有了信心，那么不妨就从现在开始实践吧。最后，我们再总结几个实用的小建议，帮助你顺利养成这个好习惯。固定提醒，养成习惯。刚开始可能会忘记，不妨学老王设个闹钟，或在餐桌、办公室贴个便利贴，提醒自己饭前半小时喝水，重复21天以上，这个行为就会慢慢成为习惯。选择合适的水温，很多中老年人脾胃虚寒，喝冰水可能觉得不舒服，其实温开水、常温水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早上起床可以先来一杯温水暖胃，有助于清肠排便。白天饭前可以依个人喜好，夏天喝凉开水解渴，冬天喝温水暖身。只要水质干净，没有添加糖分，冷的热的效果都差不多。根据自身情况选一种最舒服的方式坚持下去。可以添加风味，但别加热量。如果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容易腻，可以适当加一片柠檬或几片黄瓜浸泡在水里，增加一点清香提味。柠檬片释放的果胶还有助于抑制食欲。一点点天然风味能让喝水变得更愉快，但切记不要贪图口感加糖或蜂蜜，那就适得其反，额外增加热量了。逐步增加水量，有的人平常几乎不喝水，突然让他饭前一口气灌500毫升，可能会不适应，可以循序渐进。一开始每次300毫升，适应后再加到500毫升。如果真的胃比较小，300到400毫升其实也有不错的效果，比不喝强多了。量不是死规定，能喝多少喝多少，身体舒服最重要。避免用饮料代替水，有些人不爱白水，想用茶、咖啡、汤汁代替。无糖的淡茶或黑咖啡在饭前少量饮用，问题不大，但最好还是以白开水为主，因为茶咖啡利尿，过量可能反而让你流失水分，而浓汤、果汁等热量高的液体就不适合当餐前水来喝了，那等于饭前先喝下一堆热量，减肥就功亏一篑。最理想的还是白开水，没有热量负担，也不会影响食欲激素。结合细嚼慢咽，喝了水后，正餐时请放慢进食速度，脑中记得，反正我胃里已经有东西，不必抢着大口吃。细嚼慢咽能让饱足信号充分传递，使你更容易感到满足。可以配合吃7分饱的原则，觉得不饿了就停筷子，不要硬塞。饭前喝水加上细嚼慢咽，双管齐下，效果更佳。保持规律作息与减压。最后别忘了减重是身心平衡的旅程，除了喝水控食欲，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活动也请一起安排上。睡得好可以降低压力激素，避免身体进入节能储脂状态。每天散散步，做做伸展，有助于保持肌肉活动，提高代谢。同时寻找一些减压的方法，例如听音乐、练瑜伽、找朋友聊聊天，身体放松，减肥更容易奏效。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效果出现的快慢也不同，关键在于坚持。也许前几周体重变化不大，不要气馁，因为你的身体可能正忙着调整内部平衡，一旦适应了新模式，燃脂就会逐渐加速。记住老王的故事，前3周他也只是慢慢减，但随后就迎来了突破。给身体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耐心。50岁后减肥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遥不可及。透过一杯看似平凡的白开水，我们能唤醒身体沉睡的潜能。减肥不再是与身体的战争，而是与身体的合作。当你主动给身体需要的水分和良好的生活节奏，身体自然会感到放心，愿意释放囤积的能量，不再死抱着脂肪不放。这就像是在告诉身体，不用担心未来会挨饿，该用的能量你就放心用吧。于是脂肪慢慢燃烧，体重慢慢下降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减去的是体重，收获的是健康。许多中年人被肥胖和三高问题困扰，其实只要体重降下来，大部分指标都会随之改善。就像老王亲身体验的，血压降了，血糖稳了，脂肪肝好了，人也有精神了。这证明中年减重的意义绝不只是为了好看，更是在为自己的晚年健康储值。减重 5% 到 10%， 高血压、糖尿病风险大幅下降。减重 15% 以上，
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降低。每减1公斤脂肪，都在为未来增添健康红利。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，50岁后到底怎么减肥？现在答案揭晓，不用猛操，不用饿肚，从喝对每一杯水开始。这方法听起来或许朴素，但蕴含的道理却很深。健康的生活往往由最基本的小事堆砌而成。当年的我们也许轻忽了这些平凡小事，导致身体积劳成胖。现在就让我们用同样平凡的方式把健康找回来。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倒一杯温开水，从下一餐开始实践吧。让水滋润你的身体，让燃脂的火苗重新点燃。当你坚持下去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瘦下来其实一点都不难，甚至感觉不到痛苦，因为你的身体在配合你，一起朝着健康前进。轻松甩肉30公斤不再是梦，比起打瘦瘦针、严苛节食，这种自然的方式更可靠、更长久。喝水减肥看似平淡如水，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。最后用一句话总结，年过50也别怕，只要饭前一杯水，健康苗条跟着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与水为友，你的身材和健康都将迎来崭新的改变。加油！每一位追求健康的朋友，举起你的水杯，为更轻盈的未来干杯。